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非洲又来》第1季第10集。这一集主要讲弗莱成为共享男友，班德遇见真爱的故事。3人小组灰头土脸回到公司，教授却说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。班德及时阻止，别说了，我不干了。这样的话，教授必须再雇一个新的船员去参加公司的度假。一听度假，弗莱立刻来劲，这也是教授为了感谢他们，没有举报他无数次违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回报，而且他也为大家在泰坦尼克号飞机上订了票。这么大方，3人吓得目瞪口呆。第2天，所有人如约来到港口。作为处女首航，市长发布演讲，他还邀请了扎普，因为他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。莉拉有些头疼，没想到2人还挺有缘分，换一个词来说，就是冤家路窄。无聊的讲话终于结束，大家开始登船，2个冤家也相见。扎普还想跟莉拉谈点风花雪月的事情，幸亏莉拉机智，顺手拉了个挡箭牌，而这个挡箭牌就是弗莱。莉拉还骗扎普说弗莱是他的未婚夫，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很快，飞船起飞，教授带着大伙去头等舱。在去的路上，班德看一眼伯爵夫人，他2眼发直。等回过神来，夫人早已不见。来到头等舱，教授说这是他和赫米斯还有约翰的房间。至于其他4人，他们的房间在甲板里，一个比洗衣层还要落后的地方。不过至少他们还有窗子。好吧，教授果然还是那个抠门的教授。班德讨厌这里的一切，因此他要去娱乐场打发接下来的135个小时。艾米选择去吃自助餐，房间里瞬间只剩下莉拉和她的假未婚夫布，还有扎普。娱乐场，班德的作弊系统出了故障，他输掉了所有筹码，正准备借酒消愁的时候，却又看见那位伯爵夫人，他主动上前搭讪，然而夫人很傲娇，他没想到在头等舱还能看到其他机器人，他以为大多数机器人都是劳工。班德表示，是啊，我都不知道劳工这个词的意思。夫人开心大笑，班德成功拿走他的钱。可悲的女人，你以为我喜欢的是你的人吗？其实我看上的是你的钱。另一边，扎普又开始作妖，他要改变航线，即使这条航线已经被旅游公司限定。基夫表示不行，那将穿过一大片彗星群，也就是星空中的冰川。但扎普可不管这些，他就要改变航线。在自助餐喝汤的艾米转身碰见父母，他们也来度假，顺便再给艾米找个男朋友。食品柜旁的那个小伙子就不错。艾米不想打击他们，只好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父母表示怀疑，既然你有男朋友，那还不快给我们生个孙子？艾米无语，决定想办法打发他们。莉拉和弗莱在甲板欣赏浪漫景色，赏着赏着，莉拉就亲了弗莱。扎普怒发冲冠，但他仍然相信莉拉会回头，毕竟自己可比弗莱帅多了。等扎普离开，莉拉向弗莱解释，并表示刚才的一切都是因为扎普。弗莱有点难过。这时艾米出现，她告诉父母弗莱就是自己的男朋友，还当着莉拉的面亲了弗莱。弗莱也尽情配合他演戏。莉拉信以为真，对弗莱说，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你和艾米的事，我会很高兴的。是真的很高兴。弗莱表示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只是骗骗他的父母而已。莉拉松了一口气，不过他可没吃醋。那就好，因为在他和艾米之间，弗莱更喜欢和他逢场作戏。班德和伯爵夫人的发展也进行得很顺利，夫人依旧没有识破班德的真面目。班德愈发猖狂，在他去梳洗的时候，他准备拿走他最喜欢的蓝宝石手镯，可就在最后一刻他动摇了。这时夫人回来，班德只好继续甜言蜜语，并为他戴上手镯。对于他贴心的举动，伯爵说，要么是我计算错误，要么你就是最浪漫的机器人。班德也开始懊恼，没想到视钱如命的他也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人甘愿放弃金钱。不过一个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女伯爵，一个是普普通通的老实人，他们注定不合适。就像班德想请他喝酒都没有钱，最后只好被保安打，而他却甩下一大张钞票，连零钱都不用酒保找，这就是差距。班德向女伯爵坦白，承认自己就是个骗子，还又穷又懒又好色，连领结也不是真的领结，只是个磁力领结。但夫人并不在乎这些，她喜欢的是班德的人工智能和诚挚的模拟器，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。2人快速坠入爱河。晚上，大家参加扎普举办的晚宴，他还威胁弗莱不能看莉拉以外的女人，可弗莱也是艾米的假男友。这时扎普又出了一道难题，他要弗莱在2人中选择1人接吻，弗莱不知所措。艾米的父母很不满，你还在考虑什么呀？吻艾米啊！但如果吻了艾米，扎普就会发现莉拉是在骗他，所以不行。就在弗莱无法抉择的时候，基夫把扎普叫走，弗莱满意的吻了艾米。而基夫之所以叫走扎普，是因为航线出了问题，飞船有危险。扎普说这好办，换一条航线不就得了吗？就在那个黑洞的旁边吧。看见弗莱和别人接吻，莉拉十分难过，因此他中途离场了。弗莱找到他，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，你和艾米都有2只眼睛，而我只有1只，所以你们才是天生的一对。弗莱表示，就算真的如你所说，但我对他并没有那种感觉。莉拉若有所思，每个人都有伴，只有他没有，弗莱也是。2人默默看向彼此。
回头一看，飞船竟然驶向了黑洞。斯拉普知道自己犯下大错，但他不仅不挽回，还推卸责任，扔下袖章就逃之夭夭。飞船开始破裂，舱内一片混乱。莉拉带着大伙逃跑，班德却告别弗赖，他要去找伯爵夫人。终于找到夫人，他冒下生命危险救下她，可又忘记关水管，两人再次陷入危险。而小伙伴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眼看通往救生舱的大门就要被关，幸好约翰伸出钳子，但这么小的缝，他们也过不了啊！大门的开关也在另一边。紧急时刻，约翰说他有办法，通过后仰，他成功打开门，终于看见救生舱。但莉拉说还不能离开，班德还没有回来呢。艾米的父母也成功从飞船逃出，他们还为艾米找到了一个好男人，他就是基夫，两人一见钟情。飞船离黑洞越来越近，教授感觉不太妙。然而班德还没有回来，莉拉只好放弃等待。弗赖不舍关掉舱门，就在这时候，班德和伯爵夫人出现了，但大伙毫不知情。莉拉启动救生舱，班德纵身一跃，抓住飞船，但是拉力太大，如果一直都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被吸入黑洞。伯爵夫人劝班德放手，班德拒绝，没有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最后，伯爵夫人自己松了手，班德非常难过，不过至少他可以永久保留他的手镯了。赫米斯回答，这是假的。这下班德是真的难过了。一开始，莉拉只是单纯的拿弗赖当挡箭牌，却没想到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他。弗赖的一举一动在他眼里都变得很重要，他甚至开始审视自己，害怕自己的眼睛会让弗赖不喜欢。爱情啊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，但同时也会让人变得小心翼翼。不是每一个悲剧的浪漫史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。伯爵夫人的离开或许会让班德难过好一阵子，但不会太久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没有谁可以永远陪着谁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爱情，因为总把别人的爱情想得太美好，可再美好的爱情也逃不过现实，更逃不过油盐酱醋茶。所以不要再用别人的爱情来定义自己的爱情。如果你愿意相信它，它就会存在；如果你不相信它，它也可能不会存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